中美贸易问题开始以后啊，我们看到了全球带来了一个房地产行业的下行。因为我们知道，从2016年开始，中共在收紧对海外的投资，那么有许多国有的资本甚至一些面目不清的资本，都在尽可能收缩投资战略。他们寻找更为合适的投资点譬如说所谓的一带一路国家，他们尽可能从西方各国撤出自己的资本。有一些是因为中共的要求，考虑到国家战略，甚至牵扯到中美之间的谈判作为一个筹码。从美方撤离的中国资金越来越多，在房地产这一块上也是非常明显的，它明显的带动了美国房地产价格的滑坡。其实在其他的国家也出现了类似的问题，加拿大、澳大利亚都出现了类似的情况。那么有一些资本是考虑到原先在中美蜜月期的时候不会被遭受到更多的调查，所以他们曾经在西方国家大量的投资。那么这些资本也跟随着中共的步伐在撤离西方国家。所以我们前面一直看到整个世界，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它的房价出现了一轮下跌，而且根本看不到什么时候是个底。那今年我们看到了香港，从6月份开始的香港游行到目前为止4个多月了，没有得到遏制的这个时间点，大家都认为这是一个遥遥无期的事情。我们看到中美两国都在谴责对方，美国出来的越来越多的法案在保护香港民众的利益，中国的态度非常强硬，到目前为止他们也没有明确的退缩，仅仅是一个取消送中修例的这么一个态度，根本就不可能缓和目前香港的局势。在香港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来自于中国大陆的警察，甚至连广东话都不会说了。原先只是一些从广东调遣来的警力，好歹他们还会说粤语，即便有一些发音与香港本地警察使用的不太一样，习惯用语不太一样，没有委任证，对吧？警号甚至都是克隆的。但是今天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警察直接就用普通话，在执法的过程中明目张胆的使用普通话，这就说明中共已经无所谓掩藏他们的目的了。在这个时刻，我们看到了美方提出来有可能要跟中方达成一个第一阶段的协议，这种声音从白宫的幕僚一直到川普不停的在说。无论他有没有可能，针对香港市民来说，他们总是有担心的。所以我们看到了最近一段时间出现了一个很奇特的现象，从澳洲开始，我们看到房价开始止跌了，交易量开始增加了，甚至有澳洲的房地产商明确的说，本月的销售额，房屋的销售额增加了4倍。因为有许多香港人，他们本身就有大英帝国海外公民的身份，他们移民到
英联邦国家对他们来说是最合适的。真正能够移民到英国的很少，但是去加拿大、去澳大利亚都是可选的。尤其是在中国南方生活的时间比较长，你让他去加拿大，他不一定能扛得住冻。去澳洲则没有这方面的影响，是吧？生活各方面可能更加舒适，更加接近原先他们在香港生长的这种环境。所以澳洲现在变成很多香港人移民的首选，很少有人能够想到。这就类似于一个蝴蝶效应，香港开始一个游行，竟然能让澳洲的房价止跌。香港问题遥遥无期，得不到一个明确的解决，那么移民的人会带动香港人未来购房的首选地，或者说尽可能选择的一些相对比较宽容的国家，它会带动人家的投资，拉动对方的经济。这可能是很少有人能够考虑到的一个点，非常奇特。看到这种事儿，作为澳洲的房屋销售单位来说，肯定是皆大欢喜的。那么它从侧面可以明确地告诉我们一点，整个世界它是可以联动的，没有一件事是真正孤立的。在香港发生的游行能够拉动澳洲的房价，半年前如果有人跟你说，你会相信吗？其实香港人相比内地人，他们的选择有很多。香港从这个回归之前，他们就有一个香港美国关系法，在世贸组织内也给他们一个独立的关税地位。他们不仅仅可以享受贸易上的优惠，他们也可以享受签证上的优惠。那么如果香港的这个人权与民主法案在美国参议院得到通过，总统签署，那么香港公民能够到达美国的也会越来越多。香港人在大多数情况下不像内地人那么被禁锢在一城一地，他们的护照是有含金量的，他们有很多人是可以拍拍屁股抬腿就走的，他们只是不甘心离开自己的家园，他们想抗争，他们也抗争了，该打的仗他们已经打了。其实有许多人3年前战中开始，他们就已经做好了移民的打算。他们知道面对这个政权，面对警方的暴力清场，面对越来越残暴的这些黑警，他们不可能完全实现他们自己的诉求。所谓的5大诉求只是一个美好的愿望。在国际社会中，随着中美之间一轮又一轮的谈判，有很多人已经心灰意冷了，他们认为他们有可能已经被作为弃子。虽然他们不愿意相信，在这个国际环境中，应该来说有越来越多的人站出来为香港市民说话，但是我们知道，未虑胜先虑败，给自己多留一条后路，这是人的本性。你不能说移民到别的国家，放弃在香港的抗争这就是香港人民怯懦的。其实他们已经做得够好的了，他们原先可以在整个社会的基础被破坏之初就抬腿离开香港。香港人受教育的程度比内地更高，
他们大学生的比例大概是20%多，中国内地不超过10%。他们移民到其他国家，他们有签证上的优势，他们随时可以买张机票就走。他们去很多西方国家都是免签的，至少可以停留6个月。那么他们寻找一份新的工作，因为教育的原因，因为英语的普及程度，他们比内地走出来的人更容易得到一份工作。因为长久以来，香港人所接受到的民主自由的这种熏陶，他们还是决定在最后搏一把。4个多月来，他们已经经历了太多的苦难。为了这次游行，被捕的人已经是4位数了，殉国的人也已经超过了3位数。我们真的不能强求他们再做更多了。如果说他们中间有一部分人因为保全自身的选择最终移民到其他国家，即便就是拉动了澳洲的房价，我觉得我们没有任何可能去指责他们。在中国巨变的过程中，谁也没有猜到香港会是第一个。香港人在中国大陆管辖的这20多年来没有放弃他们向往自由、保全自由制度的这种决心。他们的抗争，持续的抗争，让整个国际社会感觉到，中国还是有那么一点点人真的很有骨气，哪怕仅仅是一个小城。他们应该来说非常清醒的知道，作为一个700万人的城市，对抗一个10几亿人的国家，中国内地的民众，即便不是中共在封锁消息，即便已经知道香港正在发生的事情，能够真正站在香港市民这一边的，绝对不会是多数。因为70年来，在大陆教育出来的这些人，他们从本能的角度上会去捍卫中共的这个政体，因为他们知道，他们今天所有的一切都是依附于这个政体的。不要人为的把中国人民和中共分割开来，其实这很难。归根到底还是一句话，没有一个中共党员是从俄罗斯空降来的，它都来源于中国人这个群体。不要高估了这个群体，不要高估了他们现在展现在我们面前的这种底线。在整个国际社会关注香港问题的同时，有几个人真的站出来为他们做了一点实事呢？我们看到的很多人仅仅是一个表态，他们其实可以做很多，做更多。香港人原先可以抬腿就走，但是他们已经付出了自己能够付出的所有。所以每每看到这种情况，你要真的静下心来去做一个对比的话，你会感觉到很羞愧。没有人是需要勇敢的，但是我们自己如果想让自己今后能够不后悔的话，其实我们真的可以再多做一点点。好了，谢谢大家，再见。